我们来继续聊一些有关养生常见问题的解答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从现在到养生期间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容易吗？我会说，我们的灵性成长会更加容易。我们现实中的工作，如果可以对齐我们的更高目标或者使命，也会变得更加容易。但是，如果你的现实工作不能对齐你的更高目标或者使命的话，你就会感觉到一点张力。你可能要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调整，但是这并不要求你大幅度改变你现有的生活方式。你的生活方式应该已经不错了，但是养生大师们会建议我们在冥想当中去增加我们的集中注意力，但是不需要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。这会有一些困难，因为当你接受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的挑战时，会出现情感疗愈的过程。如你所知，这种疗愈很难让你在现实生活中和工作环境当中感到完全的自在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当中，情感上的清理需要发生过后，你就会感觉到很轻松。因为你的成长正在加速，所以会出现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时刻，但是最终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轻松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是否需要一定比例的志愿者，还是只需要保持内心的开放？如何衡量地球何时能达到集体扬升的目标呢？关于第一波扬升，它必须达到一定的临界人数，它可能在1000到2000人之间，这是扬升大师们预测所需要的人数，它可能会多一些或者少一些。但是扬升大师们认为，如果有2000位星际种子志愿进入第一波扬升，这可能是足够的。再次重申，这只是一个估计值。第三个问题是，144000的数字和扬升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？144000人是这个时候在地球的星际种子或者扬升存有数量的估计值，大约有144000名星际种子在很久之前接受了这项任务。扬升大师只是在寻找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使第一波扬升成为可能。但是更准确的来说，这是一种爱的表达，对扬升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。扬升大师们曾经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准备好，他们也曾希望地球的状况会有所不同。但事实表明，绝大多数投生为人的星际种子们自己也陷入了相当深度的睡眠当中，他们生活的就好像生活在一个第三维度的普通人类一样，因此需要一些震动才能唤醒他们，更不用说来唤醒他们来服务人类了。扬升大师们也很荣幸与被唤醒的我们在一起。你要知道，你们是少数的，即便在新时代运动当中，很多人对新时代哲学有些熟悉，但是并没有对这些信息和体验敞开他们的心扉，也有许多边缘的状况。扬升大师们希望把他们拉进来，扬升大师们也希望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可以帮助他们这样做。这是第一个要求，人的数量，也就是星际种子的数量。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，不过这个是首要的，也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。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准备状况，关心自己的意愿，还有准备程度，然后再把这些信息传递出去，分享给那些准备好的人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如何平衡我们的冥想与日常工作？我们应该冥想多久？扬升大师的建议是，以不会影响你应当尽的责任，以及不会为你的生活造成混乱的原则下进行冥想。如果你是以真诚的心开始冥想，并重视其质量而不是次数，那么你就会去自发地创建这样一个空间。你会发现自己有更多的时间这样做。如果你利用现有的时间进行冥想，这会给你的指导灵还有导师发出这样的信号。如果你有空闲的时间，你会明智地使用它。不要太担心，尝试1天冥想
至少2次。如果你能安排一些给自己的时间，那是非常好的。对于那些有冥想习惯的人，扬升大师则建议每周用半天的时间，这会增加你内在的体验，连接你的指导灵和高我，所以冥想需要的时间是相对的。你可以从1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的时间开始，逐渐增加，并以适合你的方式进行下去。如果你的内心是真诚的话，扬升大师会找到一种办法来帮助你提升。下一个问题是，我们在灵性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自我保护？我们可以呼请大天使麦克，请他用他蓝色的圣光包围着我们，并用他的剑来切断你与所有低维度人事物的心理连接。你会发现，这会令你有相当程度的提升，因为它几乎可以在瞬间把你从个人的羁绊当中释放出来，而这些个人的羁绊会比其他的实体更令我们产生困扰